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百科的花花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下橡皮树。橡皮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。这个花呢，叶子非常大，它不仅能够吸收一些有害的气体啊，比如说二氧化碳、粉尘，而且呢，它叶子还有一定的制尘功能。家里灰尘特别多的，可以养这种花。而且它呢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，就是非常皮实，而且耐阴耐旱。基本是养不死的那种。橡皮树它又叫呢印度胶树，它是一种非常喜欢温暖，但是不耐寒冷的树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家里冬天温度低于10度，就建议一定要给它采取保暖措施，比如说搬入室内呀，放进暖气房呀，不然低于10度的话，它有可能会冻死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温度太高，它可能也会有点休眠，不怎么生长。比如说高于25度，它可能就进入这个休眠期，不怎么生长了。但是温度降下来之后呢，它还会继续生长的。春天和秋天是它的2个生长季节。它对光照的适应性很强，它既喜光又耐半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可以在光照非常好的阳台呀、院子里。长势很旺，也能在室内那种半阴的环境中，比如说客厅啊、卧室啊，这种直射光不好，但是有这种明亮的反射光线的环境，它都能健康的生长。所以说，橡皮树是一种非常非常皮实的花，无论是光照好还是不好，它都能很好的适应，是非常非常皮实，适合我们新手养的一种花。橡皮树呢，它其实非常耐寒的，它不耐寒冷，但是耐干旱。耐干旱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不要经常给它浇水，如果浇水频繁了之后，它非常容易烂根儿。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懒，不怎么经常搭理它，不怎么给它浇水，那就会长势非常好。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橡皮树该浇水呢？其实现在这盆就有点缺水的状态了，看它叶子稍微的往下搭，而且有点皱缩的这种感觉，它绝对是缺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要给它浇个透水，很快就会恢复了，叶片就会非常挺立，就像上边这种状态，非常硬实、非常挺立的状态。如果你其实等到这种时候给它浇水有点晚，大家也可以这样轻轻的敲一下花盆，听它声音，这个声音是非常清脆的，就说明呢盆土和盆壁有可能是干的有点空了，里边有一定缝隙，所以才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。这个时候也是缺水的一个表现，也是需要给它紧急的浇透水。其实一般来说呢，一般1个月给橡皮树浇水浇个1到2次就差不多了，浇太多呢它会容易烂。但是呢，有个例外的地方就是冬天的时候，冬天如果家里温度非常低，低于10度，那可以考虑给它直接停水，因为呢它上面说了不耐寒冷，如果寒冷的时候再给它浇水，就相当于把它冻成一个冰块，那它肯定是会冻死的。所以冬天呢一定要给它控水，甚至给它断水。橡皮树呢，它其实很皮实，基本不太需要大肥。但是如果你想让它长得更快或者分枝更多，可以在春秋季节它生长季的时候给它稍微施点肥。施肥呢其实有多种选择了，可以用这种缓释肥的颗粒，每隔1、2个月给它撒盘面，给它撒个1勺。我这个盆小，可以撒1勺就可以了，盆大的可以多撒几勺。反正这个缓释肥颗粒是不伤根的。还可以呢给它施这种花多多1号的水溶肥，它是属于复合肥，氮磷钾都有，所以生长期的时候给这个橡皮树施上呢，会让它长个头啊，长分枝，叶片会非常的多，非常的旺。像花多多这种水溶肥呢，它其实1克勺这种1平勺就要兑2000毫升的清水。我们这种花多多1号水溶肥其实溶水性非常强的，撒上去之后呢，
水马上就变成淡蓝色的了。这种它完全融化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浇到这个盆土里面。如果这种水溶肥呢，建议不要用太勤，因为其实橡皮树也不需要太多肥，大概是1个月用个1次2次，浇水的时候撒上一点，浇到盆土里就可以了。像这样。橡皮树它比较皮实，而且耐旱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给它配土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用太沥水的土。比如说你家里有这个原土或者是沙子，可以用原土啊，多掺着一些沙子，可以比如说原土比沙子6:4这种比例，或是半对半，只要保证它这个浇洒水之后，多余的水分能够迅速的渗出，就是非常适合养橡皮树的。那如果你想给它增加一些营养想让它长得快一些，或者是你嫌原土太重了，搬起来费劲，可以给它用这个泥炭土啊，掺点这个腐叶土啊、松仁土啊，或者是沙子呀、煤渣呀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颗粒啊、彩虹石啊，或者是鹿沼土啊、赤玉土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盆底呢还可以给它撒一层陶粒，这样呢，既有营养，而且沥水透气，橡皮树也会长得非常好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就是很多人我发现就会用那种瓷盆，很高的瓷盆去养这个橡皮树，这种盆呢太大了，里面的土会填的特别多，建议大家呢把这个盆的下半截可以填一些这个轻质的这个陶粒，或者是呢垫点这个泡沫也可以。反正不要全部的这么大的一个盆都给它填满土，那是非常重的，而且不透气，沥水非常差，那就很容易让这个橡皮树这个烂根儿。所以呢，这种长的花盆其实还是要把它一半给填充上沥水的材料，然后上半截再给它填上土壤，种上这个橡皮树。其实总的来说还是不建议用太长太大的那种不透气的瓷盆釉盆。任何花就用这种盆其实都是养的不是太好的。修剪呢最适宜修剪的季节其实是春天，尤其是开春的时候，4、5月份，这样修剪下去之后呢，橡皮树就会迅速的长出多个分支，形成那种伞状非常漂亮的造型。打点呢，我打算给它留3个叶片，然后3叶片以上这个位置给它剪掉，这样呢3个叶片的位置，它这个叶芽的位置呢，每个片叶子都会长出一个侧芽，这样呢会形成一个3个侧芽的状态。剪的时候呢，大家选择这种比较尖锐一点的这个园艺剪，一下剪下去就可以了。剪的过程当中呢，平剪，然后保证这个切口的一个平整。注意这个橡皮树在剪的时候会流出枝叶，像这种枝叶剪完之后呢，大家要赶紧把这个枝叶给沾上一些草木灰或者是多菌灵，让它尽量的少流，这样给它盖上。其实它橡皮树本身就属于一种橡皮树的，就印度胶树，它会留这种黏黏的枝叶，是它本身一个特点。如果想要让它尽量让它不要留太多，这样它本身体内的这个枝叶会少，所以可以用这个草木灰，或是我今天准备的多菌灵，给它撒上一些，保证这个伤口不继续流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暂时不要再给这盆橡皮树浇水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继续把它放光照好的地方正常的养。如果盆特别干了，比如说1个星期以后盆土很干了，那就可以适当给它浇点水，毕竟它也有叶子。但是如果你砍的时候给它把这个叶子都砍了，
那就一定要严格的控制浇水，因为它没有叶片，它的蒸发会非常少，所以那个时候要给它适当的给它断水或者控水。大家在砍的时候一定要砍这种有芽点的位置啊，不要砍到那种没有芽点，就砍到这儿就非常危险，因为它没有芽点，它砍了之后芽也长不出来，就整盆就报废了。关于这个橡皮树砍头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啊。等这个侧芽长出来之后呢，如果你还嫌它的侧枝不够多，可以继续给它砍。就像现在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小侧芽，它新长出了叶片，你还想让它发出更多侧枝，就可以给它摘心。长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把这几片上面的这个枝条给砍掉，这样呢，剩下的叶片会继续长侧芽。像现在这种，它有3个叶片，它长出3个侧芽，3个侧芽之后呢，你又给它每个侧芽给摘心了，每个侧芽留了2个叶片，那就是2、3得6，就是一共是打2次井会有6个侧芽了。我们砍下来之后呢，先给它晾了一段时间，等这个伤口不出那个白色的液体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扦插。扦插的话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它晾干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它插在这个疏松透气的这个土壤里，浇透水，正常的放半阴的地方给它缓苗，慢慢的呢，它就会这个生根儿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我们把它插到这个水培瓶里，水又生根。首先呢，我们也把这个叶片给摘一下，底部的这片叶子给摘掉。伤口呢，同样给它撒上这个多菌灵，让它别消一下毒吧，让它不要再相当于人出血一样的，减少它的这个消耗。先把它晾一会儿，晾一会儿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水培瓶，然后呢，倒进一些清水。水位不用太高。接着我们把这个橡皮树的枝条插到这个水里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比如说2、3天给它换一次清水，让它这个水不是太浑浊，不然这个枝条会烂。等生根之后呢，我们可以1周再给它换一次。等到根系长到5厘米以上了，或者是长很多根儿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移栽到土里。今天的内容我们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